俄乌双方最近是一边打仗，一边嘴炮，一边换战俘，忙的是不可开交。比如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为报复马克耶夫卡军事基地袭击，俄方打击了乌方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兵营，并造成乌方600多名士兵死亡。但俄军方的这一说法遭到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长的否认，并称我们市只有2座建筑物受损，且没有迹象表明该市境内有乌克兰军队。对此，乌克兰军方否认有任何人员伤亡，并称这只是俄方的虚假宣传。就目前状况而言，双方算是进入了短暂的僵持阶段，且如今各方都在积极寻找解决冲突的方案。火力军也在想解决方案，于是就打开了评论区找灵感。没想到仿佛进入了另一片天地，比如有网友说把俄罗斯分成2部分好了，也有网友说侵略者必败，将侵略者赶出乌克兰，还有的说战场上这副熊样还提方案，伏特加喝多了吧？一连串的暴击回答给火力军看懵了，这都是什么呀？难道俄方又闹幺蛾子？了解过后才知道，原来是俄方有人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个不切实际、双方解决冲突的方法。近日，乌克兰国安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科扎克通过一些方式向乌方提出了一个解决2国冲突的新方案——朝鲜半岛模式。啥意思呢？就是效仿朝鲜半岛，在2国之间划定一个38线，也就是军事分界线、停战线，将乌克兰分成2部分，其中一部分由俄罗斯接管。这是谁给的勇气提出这样的方案？对此，丹尼洛夫强调，乌克兰绝对不会同意这一方案，并指出曾经接受此方案的韩国人现在都已经后悔了，乌克兰绝不会重蹈覆辙。不过有趣的是，当此消息传回俄罗斯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认了这一消息，而且政治学家巴西洛夫也站出来表示，虽然此方案对俄罗斯来说确实有利，但想要达成这一目标，俄方需要发动更强大的攻击，率先击败乌克兰才可以。事实上，所谓的朝鲜半岛模式指的应该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各方所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此协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北纬35度线周边划定一条贯穿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分界线，用以管控朝韩之间的地缘分歧问题。现在双方都否认，不清楚到底是谁提的朝鲜半岛模式，但提出者很明显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当初韩国之所以能接受38线方案，一方面是因为其军力与朝鲜相差太远，根本无力抵抗朝鲜；另一方面是因为美韩联军输给了中朝联军，已经没有后路可言。韩国若是拒绝签字的话，所承受的损失只会更大，所以当时韩国别无选择才签的字。至于后悔，不存在的，关键是后悔也没用啊。也许在某些人眼里，如今的乌克兰就如同当初的韩国一样，继续战斗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才试探性地发布这条求和的方案进行劝和。而乌克兰选择将此消息公开，其实有2个好处。首先，乌方高调宣布俄方私下商议停战方案，可以营造出俄罗斯主动求和的低下姿态，从而加强各援助国力挺乌克兰的信心，进而帮助乌克兰获得更多先进的军事援助。毕竟现在只要西方的援乌意愿仍然积极，俄罗斯短时间内就很难完全击败乌克兰，双方的战事也就只能僵持下去，乌方收复领土的希望也就越大。其次，在此前的谈判中，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就明确指出，恢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性是最为优先的条件，但俄罗斯却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如今，不管38线方案的消息是真是假，乌方已经亮明不接受的态度，显然是在喊话俄罗斯，恢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才是双方和谈的前提。不过事实上，乌方想要将俄军完全赶出乌克兰，甚至收复克里米亚，恢复苏联解体时划分的领土范围，其所需的努力还要很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为此拼搏。毕竟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还是不弱的，与其交锋数十年的美西方应该是最清楚的。倘若能借乌克兰之手就能击败俄军，俄罗斯也不会成为西方的心腹大患了。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只能尽最大的可能消耗和逼退俄军，因此这场冲突最终恐怕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才能解决。
而双方的领土归属问题则是两国最大的分歧点。乌克兰自己的领土，乌方自然不愿意放弃，而俄方为推动各州入俄付出巨大代价，因此也不可能轻易归还。所以双方若想谈和，最终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俄军只有先在战场上打垮甚至击败乌军，令西方失去信心，这种3-8线方案才有可能实现。但要想彻底击败乌军，又何其困难呢？目前在俄乌战场上最激烈的两个地区是巴赫穆特和索莱达尔的前线战斗。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23年1月7日6点的作战信息显示，由于该区域局势恶化和俄军在皮德霍罗德内和雅科夫卡地区的推进，乌克兰部队已从巴赫穆茨克和索莱达尔东南部撤退。此后不久，俄军便占领了巴赫穆茨克。俄国瓦格纳雇佣军设法在索莱达尔继续前进，并已经到达了镇中心的盐矿。此外，俄军还曾试图向克拉斯纳霍拉推进，但进攻被击退。有一段视频显示，乌克兰军队从皮德霍罗德内徒步撤离，俄军很可能设法到达了定居点的东郊，迫使乌军放弃不利阵地。克里什基夫卡郊区的战斗仍在继续，敌人试图占领这个定居点。乌克兰发布了一段无人机轰炸库尔杜米夫卡西北部俄罗斯士兵的视频，视频上显示了乌克兰军队在突袭成功后从库尔杜米夫卡撤退的画面。可以说，巴赫穆特战役中，乌守军在多个地区击败了俄军的进攻。而据俄国防部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10机械化旅和第79空中突击旅的部队曾试图攻击俄罗斯阵地，但在顿涅茨克方向遭到挫败，回火造成的敌人损失多达50名士兵伤亡，1辆坦克和1辆汽车。在顿涅茨克南部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反击被阻止，20多名乌克兰士兵、2门第30榴弹炮、1辆装甲运兵车和2辆皮卡车被还击击毁。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8国土防御旅在 LPR 人民共和国的反击中被阻止，4架乌军无人机被击落，5枚约尔杆和海马斯 MLRS 炮弹被拦截。1天之内，乌克兰武装部队向顿涅茨克的居民区发射了60多枚大口径炮弹。可以看出，不管实战打得怎么样，双方在社会舆论上永远是各占一方，水火不容。其实，虽然俄军 DRP 和 LPR 部队在索勒达地区保持了继续推进的状态，到达了城市中部和第一个盐矿处，并正在向克拉斯诺波利夫卡镇推进，同时又在巴赫穆特市南部的第一栋建筑与乌军发生冲突，正在从南轴线和东轴线进行攻击，来增加对乌守军的压力。但是，乌军增援部队也到了。乌总统泽连斯基8日表示，乌军正在向巴赫穆特和索莱达尔增派兵力，以加强防御工作。而且，乌军已经从西方获得了新的装甲车辆，比如最近几周，德国和美国就向乌克兰各移交了一项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了各式各样、性能优越的武器装备，如德国军援的 M1070 Oshkosh 重型卡车牵引车和美国军援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前者是毫无悬疑的重卡之王，70吨的有效载荷让它能拉着坦克满地跑，而后者是海湾战争的五巨头之一。布塞耶战役可以说是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的成名之战。1991年2月26日，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装甲师第2旅下属的2个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联队，在布塞耶地区一次性击毁了伊拉克塔瓦卡尔纳装甲师共29辆 T72 主战坦克和数十辆的装甲车。而共同参战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却只击毁了对手28辆坦克。算下来，这款步兵战车创造的战绩要比 M1 主战坦克还要耀眼。正是因为此战，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才会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A10 游珠攻击机、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BGM-109 战斧巡航导弹，并称为是美国海湾战争中的五巨头。正是他们让美军在中东沙漠上纵横驰骋41天，创造了一个让全世界醍醐灌顶的现代战争奇迹。而正是因为乌军得到如此强有力的援助，火力军才会说，只要西方军援态度积极，时间越久，乌克兰收复全部领土的希望就越大。而且伴随天气的寒冷，在战术上，乌军还可能会尝试在地面冰冻时对赫尔松和哈尔科夫地区发起进攻，以减轻巴赫穆特以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压力。
强有力的军援加上有效的战术指挥，导致俄军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年孱弱的乌克兰部队了。作为曾经有着较高工业化程度的国家，乌克兰的年轻人总体受教育程度并不低，一旦将之武装起来，进行系统化高强度训练，其战力提升是相当快的。且乌军还是本土作战，而俄军目前大量从远东等边疆地区征召的新兵，所以对普京来说，下一步将会面对不少难题。好了，关于38线方案，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